深圳剩女突破100瓦，深圳相亲会现状，大龄剩女们已经全部清醒。大家好啊，我是王姐，干相亲红娘这行也有些年头了。这相亲的事儿啊，那可真是啥样的人都有，啥样的要求都能提出来。最近我就碰到了好些个大龄剩女，那择偶要求简直比天还高，真让人哭笑不得。咱先说说这标题里说的大龄女择偶要求比天高，还真不是夸张。有些女人啊，明明没有公主命，却偏偏得了公主病，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谁都配不上她。我给你们讲讲我遇到的这5个大龄剩女的奇葩相亲要求吧。第一个剩女，咱就叫她小花。小花长得还算可以，工作也稳定，可这要求啊，那可真是让人啧舌。她一上来就跟我说，王姐啊，我找对象那必须得是高富帅，身高1.8米以上，长得要像明星一样帅，家里资产起码得几个亿，而且啊，还得对我言听计从，我说啥就是啥。我一听，这哪是找对象啊，这简直是找神仙呢。有一次相亲，男方条件也不错，长得高高帅帅的，工作也挺好。可小花一见面就开始挑毛病，你这身高也就1.78米吧，差了2厘米可不行。还有啊，你这工作虽然稳定，但是收入也不算太高吧，我可不想以后过苦日子。男方一听就不乐意了，直接怼了回去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想找个几个亿资产的高富帅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？我在旁边听着，真想发飙，这小花也太过分了。第二个剩女叫小丽，小丽呢是个特别挑剔的人，她要求男方必须有房有车无贷款，房子还得是市中心的大别墅，车子不能低于100万，而且男方还得会做饭，会做家务，会照顾人。有一次相亲，男方有房有车，但是房子不在市中心，车子也只有50万左右。小丽一见面就摇头，你这条件也太差了吧，房子不在市中心，以后孩子上学都不方便，车子也太便宜了，开出去都没面子。男方也火了，说你要求这么高，你自己有啥啊？你有别墅吗？你有100万的车吗？我赶紧打圆场，可这两人根本听不进去，最后不欢而散。第三个剩女叫小敏，小敏是个文艺女青年，她的要求是男方必须要有艺术气质，会写诗，会画画，会弹吉他，而且还得懂她的艺术追求，能和她一起探讨文学和艺术。有一次相亲，男方是个工程师，根本不懂艺术，小敏一见面就问人家，你会写诗吗？你会画画吗？你会弹吉他吗？男方一脸懵，说我不会啊，我是个工程师，平时工作很忙，没时间搞这些。小敏马上就失望了，说你一点艺术气质都没有，我们没法交流。男方也生气了，说你这要求也太奇葩了吧，找对象又不是找艺术家，我工作努力对你好就行了呗。我在旁边看着真是无奈啊。第四个剩女叫小霞，小霞是个浪漫主义者，她要求男方必须会制造浪漫，每天都要给她送花，带她去吃烛光晚餐，还要经常给她惊喜。有一次相亲，男方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，不太会浪漫。小霞一见面就问人家，你会制造浪漫吗？男方说，我不太会，但是我会对你好的。小霞马上就不高兴了，说你不会制造浪漫，那我们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啊？男方也忍不住了，说浪漫能当饭吃吗？我努力工作，给你一个安稳的生活不好吗？我在旁边听着，真是头都大了。第5个剩女叫小姚，小姚的要求更离谱，她要求男方必须是独生子，父母双全，而且父母必须有高退休金，不能给他们小两口添麻烦。有一次相亲，男方是独生子，但是父母的退休金不高。小姚一见面就说，你父母退休金这么低，以后生病了怎么办？还不是得我们花钱？男方气得脸都红了，说你这也太现实了吧，我父母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呢？我在旁边看着，真是恨不得上去给小姚2巴掌，这都啥人啊，咋这么不懂得体谅人呢？我作为红娘，这些年见过的奇葩事儿可不少，但这5个大龄剩女的要求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们咋就不能现实点呢？找对象又不是买东西，哪能样样都符合自己的心意啊？就拿小花来说吧，你想找高富帅，那你自己也得有那个资本啊。你长得也不是倾国倾城，工作也不是特别出色，凭啥要求人家男方有几个亿资产啊？再说了，就算有高富帅，人家也不一定能看上你啊，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？小丽也是，有房有车无贷款还不够，还得是市中心的大别墅，车子不能低于100万。你也不想想，现在房价多贵啊，能有个房子就不错了，还挑3拣4的。而且你要求男方会做饭，会做家务，会照顾人，那你自己会啥啊？你就会享受呗。小敏就更过分了，要求男方有艺术气质，会写诗，会画画，会弹吉他。你这是找对象还是找艺术家啊？
人家男方是工程师，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搞这些啊？再说了，就算有艺术气质的男人，也不一定能和你有共同语言啊。你这不是自找没趣吗？小霞也是，整天就想着浪漫，浪漫能当饭吃吗？男人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啊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制造浪漫啊？你就不能实际点，找个踏实过日子的男人吗？小瑶就别提了，要求男方父母有高退休金，不能给小两口添麻烦，你这也太自私了吧？人家父母把儿子养大不容易，你还嫌弃人家退休金低？你也不想想，以后你自己的父母要是生病了，你能不管吗？我有时候真想问问这些剩女们，你们到底想找个啥样的男人啊？是想找个神仙吗？还是想找个完美无缺的机器人啊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啊？我也劝过他们很多次，让他们降低要求，实际一点，可他们就是不听，总觉得自己能找到更好的，我真是无语了。有一次，我给小花介绍了一个条件还不错的男人，这个男人虽然不是特别有钱，但是工作稳定，人也很老实，我觉得他们挺合适的，就安排他们见面了。结果小花一见面就开始挑剔人家的穿着打扮，说人家穿得太土了。男方也有点生气了，说我这是来相亲，又不是来走秀，你也不看看自己，穿的也不怎么样啊。小花一听更来气了，说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有没有素质啊？我在旁边赶紧劝架，可这两人根本听不进去，最后不欢而散。还有一次，我给小丽介绍了一个有房有车的男人，这个男人的房子在郊区，车子也不是特别贵。小丽一见面就问人家房子在哪个地段，车子是什么牌子的。男方如实回答了，小丽马上就摇头说，你这条件也太差了吧，房子在郊区，以后上班多不方便啊，车子也太便宜了，开出去都没面子。男方也火了，说你要求这么高，你自己有啥啊？你有别墅吗？你有100万的车吗？我赶紧打圆场，可这两人根本听不进去，最后还是没成。小敏的相亲就更奇葩了，我给他介绍了一个文学爱好者，这个男人平时喜欢看书写作，也很有思想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有共同语言，就安排他们见面了。结果小敏一见面就问人家会不会写诗，会不会画画，会不会弹吉他。男方说不会，小敏马上就失望了，说你一点艺术气质都没有，我们没法交流。男方也生气了，说你这要求也太奇葩了吧，找对象又不是找艺术家，我喜欢文学，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文学啊。小敏却说文学有什么用啊，又不能当饭吃，我还是想找个有艺术气质的男人。我在旁边听着真是无语了。小霞的相亲也是一团糟，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很踏实的男人，这个男人工作努力，对人也很真诚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好好过日子，就安排他们见面了。结果小霞一见面就问人家会不会制造浪漫，男方说不太会。小霞一听男方说不太会制造浪漫，那脸拉得老长，嘴一撇就说，哼，那还相啥亲啊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男方一听也来气了，直接回他，你可别在这瞎挑了，浪漫能当饭吃啊，我每天忙工作累得要死，哪有那闲工夫搞那些花里胡哨的，你要浪漫你去看电影电视剧去呗，那里面多浪漫啊。再说了，过日子靠的是实实在在，不是那些虚头巴脑的浪漫。你这么爱浪漫，咋不找个诗人或者音乐家去呢？我看你就是被那些偶像剧给洗脑了，整天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。我可不想找个整天只知道要浪漫的女人，那日子还过不过了。我在旁边看着这俩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，心里那个无奈啊。想当年我相亲的时候哪有这么多事儿啊，那时候就想着找个踏实过日子的人，哪像现在这些人要求这要求那的。哎，这相亲可真是越来越难搞喽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，相亲的时候有些女的那叫一个奇葩。就说有个女的一上来就问男方有几套房几辆车，存款多少。男方直接就火了，说嘿，你这是来相亲还是来查户口啊？我有多少财产跟你有啥关系？你是看上我的人还是看上我的钱啊？还有个女的嫌弃男方长得不够帅，男方回她，你以为你是天仙啊？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啊？我找对象是找个能过日子的，又不是找个花瓶摆着看。有个女的要求男方必须会做饭，会做家务，会带孩子。男方怼道，你当我是超人啊，啥都会干。你咋不要求我会飞呢？你自己啥都不会，还要求别人这么多。又有个女的说自己不会做饭，也不想做家务。男方哼了一声说，那你想干啥？就等着别人伺候你啊？你以为你是公主啊？我可不想找个祖宗回家供着。有一回，一个女的挑剔男方的工作不好，男方怒了，你工作有多好啊？你有啥资格挑剔我？我努力工作赚钱，还被你嫌弃。你要是这么牛，你去找个大老板去啊。我有个朋友去相亲，那女的一见面就说自己喜欢旅游，要求男方每年都要带她出去旅游几次。
我朋友直接说，你这要求还挺高啊，那你会啥啊？你能给我带来啥？光想着让别人付出，你咋这么自私呢？还有个女的，相亲的时候一直玩手机，根本不搭理男方。男方气得站起来就走，边走边说，你这是来相亲还是来玩手机的？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你就跟你的手机过一辈子去吧。哎呀，这些奇葩相亲女啊，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。男方们也不能老是忍着，该怼就得怼，不然还真以为男人好欺负呢。